这个很可怜的女孩叫做三丫，她刚刚因为在河边洗衣服不慎掉落水中，再醒来时，三丫已经躺在自家的炕上，也不知是谁救了自己。看着身边的二姐，想张嘴说话，到嘴边只剩下哟，咱家的大功臣醒了，你可是真有出息，洗个衣服把衣服洗兜了就算了，还差点把自己淹死，被村头那个打猎的抱回来。哼，沾你的光，咱家在村里可出了名了，全村都知道你被个男人抱回来，你的清白算是没了。要是打猎的那个野小子不来提亲，你就等着出家当姑子去吧。二丫的嘴巴如同冲锋枪一般向三丫一顿输出后，见三丫跟傻了一样愣在那，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就悻悻留下一句：我去告诉娘，你个显眼包死不了了，你自个待着去吧。直到二丫走后好一会儿，三丫才缓过神来，自己原来被村头那个打猎的男人救了。谢天谢地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总算是退烧了。娘，哎，你都烧了2天了，娘差点以为你要嘎了，醒了就好。这会儿饿了吧？快把粥喝了，快吃吧。三丫又饿又渴，咕咚咕咚，一碗粥就见底了。喝饱了没？娘，饱了，我喉咙疼，想喝水。你等着，娘去给你倒。三丫忍不住自嘲想：饱，她长到现在从来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滋味。她娘连着生了3个闺女，被爷爷奶奶所不喜，尤其在二叔连续生了2个儿子以后，奶奶更是将他们一家5口分出来单过，家里的房子、好田好地都以他家没儿子为由留给了二叔一家，只分给他几亩薄田，一家糊口，每年还要交粮食给爷爷奶奶养老，不给就是不孝。大姐早几年也嫁了，日子过得也很清苦。他家3个闺女，只有二姐得奶奶喜欢。二丫嘴甜会来事，经常哄得老太太笑面如花，因此在家里格外有底气。地里活不干，怕晒黑找不到好婆家；灶房里的活不干，烟熏火燎的太熏了。平时在家就是做做针线，而她自己因为又是闺女，更为爷爷奶奶所不喜，尤其是奶奶几乎从来不叫她名字，只叫她三多鱼。小时候连带着二叔家的2个儿子也一起叫她三多鱼。三丫再次醒来就是晚上了，肚子里好像住着一群青蛙哇哇叫，又渴又饿的她叫道：娘姐，吼吼吼，就知道吼，可见是死不了了，还搁这装，你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。赶紧吃，吃完了就别想再装病偷懒，起来去把锅刷了。三丫对二姐的这种态度早已习以为常，接过粥就2口做1口的把粥喝了个精光。呵，今儿真是小刀拉屁股给姐开眼了，干啥啥不行，干饭第1名，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会。三丫心里清楚，她不去刷锅，二丫也肯定不会去刷的，所以拖着虚弱的身体往灶房走去。三丫，你到灶房干啥？你的病还没好，快回去躺着。就是，把碗给娘，你回去歇着吧。爹娘，我已经好了，没事了。你可是高烧了2天，快坐下来说话。三丫坐了下来，但是一家3口相顾无言。但三丫清楚，他爹在为他的事发愁。婶子在家吗？婶子，我来看看三丫，她好些了吗？喜妹来了，难为你还惦记着她。三丫好多了，来来来，快进来坐。你来了正好和三丫说说话。哎，好。你咋来了？你俩聊，婶子给你倒杯水。谢天谢地，你醒来了。你不知道，那天你落水，我们一群人想去拉你都够不着，吓死个人。喜妹说完又瞟了一眼门口，才低声继续问道：你记不记得谁救的你？村头那个猎户。你家人都告诉你啦？我一醒来，二丫就全都告诉我了，还说了点不中听的，我就当她放屁了。你能想开，不把她的话当回事，也是对的。我今天着急来是想跟你透个气的。我听我娘说，你奶奶要把你嫁给你婶娘家村里头那个30几岁的老官夫。接上集，三丫落水被猎户救起，新的危机又来了。三丫奶奶和婶子说她没了清白，要把她嫁给隔壁村的老官夫。三丫心里咯噔了一声，原来她想简单了，以为最多自己就是嫁不出去，谁知道奶奶和婶子已经在打她的主意。你别愣神啊，这事儿得赶紧跟你爹娘说，让他们早点想办法。那老官夫跟你爹差不多年纪，这样的人家，
你嫁过去能有什么好日子？喜妹，来喝水，你这丫头有心了。见三丫娘进来，喜妹连忙住了口。婶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俩可是好姐妹，来看看不是应该的吗？那行，你们接着聊，我去准备明的早饭了。时间也不早啦，我也准备走了。你可得当回事啊，记得赶紧跟你爹娘说，听见没？行，我记得，一会儿我就跟他们说。三丫嘴上应着，心里却跟明镜一样，说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要不是嫁给猎户，就是听他奶奶的，嫁给老官夫。给，拿来给你当零嘴了，你可收好了，别被二丫看见，这些都是不屑的，女孩子吃了很好的。你来看我就很好了，我那还能要你东西，你快收起来。你说的这是啥话？是姐妹就收下，哪有那么多客套话？三丫见喜妹虎着脸，一副不收不行的架势。那行，我留下，以后可不能再带东西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喜妹走后，三丫把那一小包花生红枣递给了他娘。这丫头有心啊，给你的你就留着吧。这花生留给爹吃，剩下的红枣娘你留着吧。哪儿来的红枣？喜妹来看三丫，给三丫带的。她来看三丫，就带这点东西，还带了一点花生。三丫让留下来给你爹吃。三丫知道他娘把花生放在碗柜里，迟早会被二丫吃干抹净，所以来了个偷梁换柱。果不其然，一会儿二丫就鬼鬼祟祟的去了灶房，三丫悄无声息的跟了上去。只见二丫在灶房里翻箱倒柜找那包花生。翻腾啥呢？你属猫走到没声马，我找什么？我来倒水喝。呵呵，巧了，我也是。三丫心里想，我信你个鬼还喝水，就知道你惦记着那包花生，懒得拆穿你。三丫回到房间里想着心事，得想个办法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如果奶奶一定要我嫁给那个官夫，一顶不孝的帽子压下来，到时候耶稣来了都救不了我。有了，只能放手一搏试试了。接上集，三丫得知自己将嫁给隔壁村的老官夫后，不愿坐以待毙，开启头脑风暴，想着对策。终于，他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决定放手一搏。娘，我去把布包还给喜妹，一会我再回来做饭。行，早去早回，别贪玩，一会你爹该回来了。三丫出来，并没有去找喜妹，而是往猎户家的方向走去。三丫站在门口，长长的呼了好几口气，才鼓足勇气敲响了门。有人吗？那个，我认得你，你先进来吧。哎，好。那个，我来谢谢你救了我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你娶亲了吗？不曾。那你能娶了我吗？为什么让我娶了你？村里好多人看到你抱着我，说我清白没了。现在我奶奶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官夫。男人听完，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。自己的好心之举，竟给小姑娘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。这样一个丫头，若不是被逼的无奈，也不会有这份勇气跑来家里来问自己。三丫也因为猎户不吭声，心里凉了半截。我不是逼你娶我，我就是来。我娶你。三丫被突如其来的惊喜砸懵了，愣愣地站在那里。她努力地抑制着，但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从脸庞滑落。猎户上前一步，用温暖干燥的大手拂去她的眼泪。我明天就找媒人去提亲，我娶你，你别哭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就这样一句简单的约定，三丫心里的大石终于放了下来。三丫低着头跟在男人身后回到了家。到家后，三丫在灶房里烧着火，心里还在狂跳不止。到现在她都不敢相信是真的。你刚才死哪去了？现在才做饭？我去把喜妹的布包还给人家了。一个破布包着什么急？不知道该做饭了。爹回来吃不上饭，看不剥了你的皮。切，爹才不会剥了我的皮，倒是你恨不得剥了我的皮。今天喜妹拿来的花生你放哪儿了？你问咱娘去，她放的我咋知道？你个死丫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藏的，我看到娘放在碗柜里了，怎么没了？说你放哪了？你说话就说话，再动手我可就揍你了。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个空布包，
你想吃去问娘要去。二丫没得逞，还被三丫敲了一火棍，踢了一脚板凳，气哄哄的走了。临睡前的猎户躺在床上，想着自己孳然一身，本也没打算成亲，奈何缘分就是来得这么突然，好心救人，却差一点把小姑娘推进火坑。既然当了好人，就好人当到底吧，娶了就娶了。这一夜，三丫也没睡好，一直在胡思乱想。她不知道男人的话作不作数，天亮会不会后悔，但她不后悔。即使猎户不肯，那她至少也努力过了，直到天亮。李家嫂子，我来给你道喜了。三丫听到声响，就偷偷把门开了个缝，躲在后面偷听。二丫见到三丫这般举动，不禁讥讽道：嘿，偷听啥呢？这一定是来给我提亲的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啥样，有人会来给你提亲吗？你啊，就等着嫁给隔壁老官府吧。三丫顾不上理他，专注听外面动静。李嫂子呀，给你道喜了。哎呀，刘家妹子快请进。不知道妹子是给我家哪个姑娘提亲呢？我今儿个来呀，是给你家三姑娘提亲的。三丫？对，就是三丫。不知是哪家相中了我家三丫？说来都是缘分，你家三爷掉水里，不是被村头猎户周家小哥救了，一大早人家就托我提亲了。人家小周可说了，3媒6聘，明媒正娶，16两6彩礼，不求嫁妆，而且呀，进门就当家做主，又没有公婆管，这么好的婚事哪里找去？媒婆见三丫娘不作声，就说道：李嫂子，我也是当娘的，多少也知道你怎么想的。这周家小哥虽是外来户，但有打猎的手艺，丫头嫁过去也吃不着苦，孑然一身，但是少呀，又在你们跟前，你们多帮衬点，将来还不是根子一样。妹子你说的也在理，只是现在当家的不在家，回头当家的回来了，我们商量商量，明儿给你回话成不？这有啥不成的？你们只管商量，我明儿就等你们的好消息。三丫躲在门后听了个七七八八，心想这男人倒是说话算话，但是事情真的有意料的这么顺利吗？爹上急，猎户真的来跟三丫提亲了，但是一切真能如愿以偿吗？二丫看着三丫满面含春的样子，又开始了奚落。这大冬天的就开始思春了，不就是一个猎户，也值得你这样？是，我的名声坏了，肯有人来提亲就不错了，比不了你这个大家闺秀，以后要做大户人家的少奶奶的。你胡咧咧啥呢？再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三丫懒得跟他嚼舌根，听刘媒婆走了，去了他娘那屋子里打听情况。二丫则趁没人注意，转身出了门。刚才刘媒婆来给你提亲呢，你是不是听见了？听着了一耳朵。你自己怎么想的？周家小哥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你可中意人家？娘，跟娘还有什么话不能说？再说这是你的婚事，得你觉得满意才行。女儿觉得他能下水救人，首先是人品不错，再就是我觉得刘媒婆说的没错，他虽然一个人，但成了婚自己当家做主也挺好。行，娘知道了，等天黑你爹回来我们商量商量，明儿就给刘媒婆回话。我听娘的。哎呦，都要成亲的人了，还跟娘撒娇，羞不羞？二丫从家里出来，转身去了二叔家，钻进他奶奶的屋子里，好一阵子都没有出来。当晚，他二婶和奶奶就登门了。老大呀，今晚上我跟你弟媳妇过来，是来给三丫提亲的，里外也没有外人，咱们就没有另找媒人。不瞒您说，三丫的婚事今儿个已经定下了。什么？今儿个你媳妇不是跟刘媒婆说要商量商量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定下了？老大，你们两口子不是在糊弄你娘我吧？我哪敢糊弄你啊！三丫落水这事可是全村儿都知道，如今人家男家儿肯来提亲，咱哪儿敢拖着不应，当时就应下了。老大媳妇，你爷们不在家，你就敢胡乱应下闺女的亲事？你眼里还有没李家的列祖列宗？有没有我跟你爹了？娘，这您可错怪儿媳妇儿了，这事是您儿子定的，周家那边只要来提亲，不管他在不在家都应下。这时李家二婶看着三丫爹娘在这糊弄老太太，就忍不住讽刺道：大哥大嫂这一唱一和的，可真是一家人呢。
弟妹这话儿说的，哪家过日子不是夫妻俩有商有量的？家和万事兴，弟妹说是不是？三丫娘神色淡淡的怼了回去，连带讽刺老二家的在家不当家不做主。三丫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让全家跟着蒙羞。既然男家儿来提亲，定下就定下吧。彩礼怎么说的？就是彩礼怎么定的？彩礼少了可不行。他二婶儿三丫怎么也是你侄女？你这个当长辈儿的，这么上赶着败坏她的名声，对你有啥好处？娘，你看大嫂说的啥话？三丫这事儿全村都知道，又不是我编排出来的。彩礼男方最多给6两6银子。三丫爹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跟老太太说了谎。才6两6，咋能这么少？老太太一听三丫的彩礼这么少，当下就急了。她还想着从三丫的彩礼里抠出点来补贴老二家呢。娘，三丫这情形您也知道，人家肯来提亲，咱家还有啥要求啊？三丫娘适时拿出帕子在眼角抹了抹，哭道：我可怜的孩子，彩礼少就少吧，倒是南家只给这么点子彩礼，咱家可不能再给嫁妆。娘，咱家嫁闺女一点嫁妆不给，会被人戳脊梁骨骂咱们卖女儿啊！要是背了这名声，以后您孙子可不好说媳妇儿啊！三丫娘对老太太的偏心早就深有体会，因此一听她说不给三丫嫁妆，当即就戳了老太太的心窝子。大孙子是她的命，啥事儿都不如她大孙子重要。听到这句，二婶连忙补了句：是啊，娘，这名声确实不好听，要是影响了福哥他们的婚事。为了自己大孙子，奶奶不得不咬牙让步，说道：彩礼本就给的少，给2床被褥做嫁妆也不算咱们家刻薄了，就这么定了吧。哦，对了，彩礼钱你记得匀出3两给福哥上学用。媳妇听娘的。你们也别觉得娘偏心，福哥儿哥俩是咱李家的根，这孩子念书又好，以后他们考上功名，出息了你们也跟着风光。儿子知道的。老太太带着老二家的打完秋风，赚了3两银子走了。三丫爹娘长长的出了口气，总算应付过去了，虽有损失，但也算保住了大部分，送走了老太太跟老二家的。三丫爹生气，朝里屋喊道：二丫，到这屋来。爹上急，送走了老太太跟老二家的。三丫爹朝里屋喊道：二丫，到这屋来。爹，你叫我，你给我跪下。答。我让你跪下。叔，是不是你给你奶奶报的信？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去奶奶家顺嘴说了2句。顺嘴？真的，爹，我不是故意告诉我奶奶的，真的是顺嘴。你奶奶要给三丫说的是哪家的小子？我不知道，我奶没跟我提过，爹，我真不知道。见爹不吭气，二丫急得喊道：娘，你快跟我爹说呀，我真不知道，真不是我。三丫爹对自家这个二丫头失望极了，从来没见过谁家的女儿这么陷害自己妹妹的，这一次连媳妇也不护着她了，可见也对她多有寒心。既然不是你，就起来吧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把心思都放在管家上。是。晚上临睡前，三丫爹对自家老伴儿道：明天见着刘媒婆，让她帮着留意合适的人家。二丫年纪不小了，让咱娘教的心思越来越大，不能再留在家里了，有差不多的人家就定下来吧。娘那边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闺女的婚事，爹娘还是做得了主的，你只管去办由我呢。二丫的婚事儿越快越好，这孩子是不能再留在家里了。行，明天我就跟刘媒婆说。和二丫阴郁的心情不同，三丫心情很好。虽然奶奶跟二婶让她有些不爽，但结果是好的。这一晚，她睡了个好觉。刘媒婆得了三丫娘的准信儿，喜笑颜开的去给周景瑞报喜。周家小哥儿，大喜大喜！李家那头已经同意了。景瑞谢过刘家嫂子，只是我上无长辈，又无兄弟姐妹，定亲的应事宜还想劳烦嫂子多帮衬。别的不一定能帮上忙，这事啊，我再横都在10里8村的住着。我也不跟你说外道话，今儿个我就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呀带上4色礼去李正家里，那集请期的时候，请村长来做个见证，再请他帮着写个婚书。要是能请李正娘子帮衬着准备几色礼就更好了，这样啊，
显得重视人家姑娘，让女家里有面子。景睿谢过刘家嫂子提点，接下来的事还请刘家嫂子多费心。刘媒婆见他出手大方，心里更是满意，笑眯眯的收了，又正色对周景睿道：“我也不跟你说外道话，听说三丫奶奶给她寻了个老官夫，想让她嫁过去。三丫爹娘的意思是尽快定下来，这个月初8是好日子，1为29也是好日子，你看看定哪一个，我好跟李家说。”既然李家想尽快，那就定初8，时间赶得急。我年纪轻又不懂，有哪儿不周到的，还有老婶子多提点。好说好说，你只管放心，我这就去李家回信儿去。周景睿当晚趁着夜色，拎着2只兔子、2只山鸡去了李正家。村长夫妻俩对他救了三丫的事都心知肚明，此刻听他明来意，夫妻俩对视一眼，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这件事儿我也有所耳闻，既然你有心和2家之好，我自是乐见其成。只不过办喜事的时候，可要记得请老头子喝杯喜酒。这是自然，等日子定下来，景睿给您送请柬。初8这天，因有村长夫妻在场，李家老太太也没敢作妖，因此定亲进行得很顺利。婚期定在了腊月初9，接下来的日子，三丫家里正忙着为她准备嫁妆。周景睿这则是每天早出晚归上山砍木头，为不久之后的小家添置木头家具。忙完这些，又将捕回来的猎物带回家收拾干净，拿到酒楼去卖掉，为之后的生活做准备。已近11月，天气越来越冷，稀稀落落的雪下了2、3场。这天一早，天阴得厉害，三丫爹去了镇上打工，到中午时又开始落雪，下半晌越下越大。三丫娘看着窗外的大雪，心里越来越慌，担心大雪封山，自家老头子回来的时候路上出啥意外，急匆匆的去了小叔子家，想请小叔子去迎一迎三丫爹。老大那么大个人了，能出啥事？娘，眼瞅着雪越下越大，就让老二去接一接他大哥吧。主要是这雪太大了，再大的雪又不是没下过，就那么容易出事了。娘，三丫娘已经带了哭腔，可依旧不为所动。哎呀，大嫂，你就别小题大做了，这条路大哥天天走，不就是下了点雪，还能走丢了？小叔子推诿，三丫娘只能含着泪失魂落魄回了家。爹上急，三丫爹因大雪封山被困山里，三丫娘求助小叔子一家，但公婆毫不重视，小叔子互相推诿。三丫一见他娘失魂落魄的回来，二叔不肯去，我去找人。三丫说着就冲出门了。外面雪很深，三丫走得非常艰难，走到猎户家。周大哥，周景睿开门，看到门外如同雪人一样的三丫，进屋说：不了，周大哥，我爹去镇上做零工，这会子雪这么大。三丫话没说完，周景睿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你爹还没回来？三丫红着眼眶。我娘去了我二叔家，他不肯。小姑娘急得落了泪。周景睿再次伸出手帮她擦干泪水，温声道：我先送你回去，再去迎你爹，别怕，有我呢。2个人并排往村里走去。周景睿配合地放慢了步子，但三丫依旧走得踉踉跄跄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手拉住他的手，牵着他走，将人送到门口。周景睿低声道：进去吧，让你娘别着急，今晚我一定将你爹接回来。好，周大哥，你也小心。我知道，快进去吧，我走了。周景睿说完，转身走进夜色里。三丫在门口立了好一会，才转身进屋。二丫神色恹恹地陪他娘坐着，看到三丫进来，又开始数落道：你死到哪里去了？爹没回来你就一点不着急，没良心的东西，养条狗都比你强。你住口，再胡咧咧我打烂你的嘴。周大哥已经去迎我爹了，晚点他就能把爹送回来。他娘急切地问道：你说真的？三丫点点头。菩萨保佑，让你爹平平安安的回来才好。接着三丫和三丫娘就烧起柴火、热水煮饭，等他爹回来的时候能泡上热水吃上热饭。而二丫坐着不动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，娘2个对视了一眼，就听到周景睿的声音：婶子，我把书接回来了。三丫打开门，周景睿背着三丫爹进了屋，将人放在凳子上，对跟进来的母女2人道：
李叔崴了脚，我看过了，不算严重，但也要休养一阵子。没大事就好，没大事就好。哭啥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？小周这么大老远把我背回来，可还没吃饭呢，去整点热乎的给我们。经过这件事，三丫的爹娘对这个女婿是十分满意和感激。转眼腊月初9，成亲的日子，这边三丫出嫁一走，他奶跟二婶就开始要那3两银子，话里话外都是问三丫爹娘手里还有多少余钱。哎，娘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形。三丫出嫁，我们准备的那点嫁妆，说出去都牙碜，可也实在没有办法。老大的腿伤了，一东也在干不得活，我们当爹娘的舔着脸用三丫那点彩礼买了点口粮，要不然这一冬一春就等着饿死吧。老大，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，三丫的彩礼你要拿3两出来给福哥当学费的，你现在可不能反悔。就是啊，大哥，当初咱可是说好的，你们咋能反悔呢？福哥的学费等着交里，这可是咱家的指望，以后考个秀才可是要光宗耀祖的，你可不能这么拎不清。就是啊，老大你家咋能说话不算话？你能拿出多少啊？家里总共只有不到3两了。你们2个骗我老婆子呢？三丫的嫁妆哪里只小4两？娘，三丫的嫁妆哪里值3、4两？你儿子摔断了腿，看一次郎中就要好些钱，再加上买药、喝的药、腿上用的药，就这还是用了没几回，不敢再用了。那就给福哥2两半吧。爹，你不能要了我们一家子的命啊！老太太不耐烦地对三丫娘喝道：咋就要了你一家的命了？不是还留的钱给你们？过冬的粮食不是也备下了？赶紧的把钱拿了，我们这就走。三丫娘怯怯地看了自家男人一眼，只见他叹了口气，闭着眼睛点了点头。三丫娘回屋用帕子包着2两半碎银子出来，交给老太太时万分不舍，眼睛死死地盯着，仿佛被刀割一般。爹娘跟弟弟一家拿到钱一阵风一样走了，仿佛怕走慢了被追上反悔一样。爹上及三丫的彩礼被老太婆强行分配给了小儿子一家后，家里又因为一只兔子引发了一场风波。腊月28这天，周景瑞年前最后一次进山去收猎物，三丫坐在屋里头剪窗花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三丫，在家没？你咋来了？来看看你，你家当家的不在呀？他上山上收猎物去了，午后才回来。你成了亲，倒是胖了，可见日子过得不差。寒冬腊月，又没多少活计，吃了饭连屋都不出，可不就胖了？对了，听俺娘说你也定了亲，成亲的日子定到明年开春了。俺跟俺娘吵了一架，闹着去跳河，俺娘才不敢再提让俺跟表哥定亲的事。正好二牛哥家托人来提亲，俺爹觉着他是个厚道老实的，就给俺定下了。喜妹临走时，三丫拎了一只腊兔给喜妹带回去，喜妹再三推脱不过，就带了回去。谁成想这只腊兔还惹出不小的风波，一直到下午，周景瑞才拿着猎物回来。三丫见当家的回来，就和他说了上午的事。今儿个喜妹来找我玩，我给了她一只腊兔当年货。你们俩交好，该多给点才是，咱家又不缺这些东西。听他丝毫没有怪自己的意思，三丫开心的笑眯了眼。此刻三丫娘家堂屋里，老太太躺在地上一哭二闹，三丫爹娘站在一边面面相觑。老大，你们家养出来的忘本的闺女，你们丧不丧良心？有好东西紧着给外人，也舍不得孝敬爷爷奶奶，你们不怕天打雷劈哦？我的个老天爷啊，快让我死了吧！亲孙女向着外人也不管爷爷奶奶的死活。老太太闹了半晌，也不见老大两口子来劝她，抹了抹并没有的眼泪，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三丫爹骂道：老大，你是个死人不成啊？你闺女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爹？有没有娘家？有没有爷爷奶奶？娘你一来就又哭又闹，也没跟我说是因为啥。老太太被儿子噎了一句，瞪眼骂道：为啥？
还不是因为你那个丧良心的女儿。娘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周家怎么做事，哪轮得到咱家指手画脚？我呸！嫁出去了就不是你闺女了，周家又没个长辈，啥事不是你这当老丈杆子的说了算。娘，三丫是嫁到周家，不是咱三丫招上门女婿，人家女婿咋能啥都听我的呢？老头子，你瞧瞧，你这个儿子眼里还有没有爹娘？我说一句他顶一句，话里话外都是偏帮着外人。我咋帮外人了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三丫那个女婿，你们瞧见了不怵得慌啊？一瞪眼我都腿软，我敢当他的家，我还怕死哩。那我不管，三丫既然能给外人落位，咋就不能孝敬俺们哩？你去跟他说，今年你弟家过年的肉食让他准备齐了给送来。娘，你可太瞧得起我们了。三丫回门的时候，女婿准备的回门礼，你们瞧得明明白白的，你们当人家周家多稀罕三丫呢？不过这事也是咱们没理，谁让咱收了人家6两6的彩礼，只给三丫陪嫁了2床被子里。三丫在婆家被人瞧不起也怪不了别人，都是咱们做长辈的丢人现眼，才让丫头在婆家挺不直腰杆子。三丫娘夹枪带棒，拐弯抹角的将老太太一顿挤兑，还不忘拿帕子擦擦眼角的眼泪。说来也是当长辈的对不起孩子，谁让他命苦不是个儿子呢？就只能用他的彩礼供福哥读书，他连嫁人都只有2床被子，我这苦命的三丫。三丫爹唉声叹气，二丫心里也有些气，他奶奶太偏心，虽然自己看不上三丫，但自己也是丫头，要是以后奶奶也这么对她，李家生他养他，他帮衬娘家不是应该的。老太太还要再说，被老爷子打断了。行了，别再闹了，走吧。说完，老爷子背着手率先走了。老太太孤掌难鸣，虽不情愿，但也只能跟着走了。好一会，三丫爹才开口道：“二丫，以前爹不让你总到你奶奶跟前去，你总也不听。咱家但凡有点好东西，你奶奶只想着贴补你二叔家，就连三丫的彩礼，你奶都要走了一半给福哥交学费啊。”爹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啥也不跟我奶说了。好孩子，爹娘只有你们姐妹几个，不求你们大富大贵，只愿你们以后的日子平平顺顺的。你们哪个过得不好，当爹娘的都揪着心。爹上急，三丫因为给了喜妹一只蜡兔，引得奶奶这个老佛爷的不满，嚷嚷着让三丫爹娘也给自己要点野味。三丫爹娘一顿妙语连珠，终于送走了这难缠的老佛爷。转眼时间到了年30，一年未归的大丫拖家带口的回来了。快进来，屋外冻着呢。二丫，给你姐一家倒水去。爹娘让二丫去灶房倒热水，在一旁的三丫看见二丫一脸不情愿，就跟了过去。听见二丫在灶房里呢喃：“不就读过几本书，也没考出个功名，一点本事没有，就会搓磨媳妇孩子，来了还得我给他倒水。万事看咱大姐吧，为了咱姐跟孩子少受搓磨，你也别跟大姐夫撒脾气。我用你劝，这我还能不知道？我就是生气。生气也别甩脸子让大姐为难，我给他们端水，你在这消消火。”三丫说完便倒了2碗水端上去了堂屋。见他进来，大丫凑上来抓着他的手低声道：“三丫，大姐对不住你，你成亲大姐都没回来。”姐，你这是说啥呢？大雪封山又不是你本意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景瑞，这是咱大姐和大姐夫。周景瑞过来跟三丫站在一起，叫了声大姐。两家人互相嘘寒问暖后，晌午饭时，爷奶带着二叔一家子都来了。因为人多，便分了2桌，几个男人喝酒，女人孩子在另一桌吃饭。奶奶跟二婶一边吃饭一边将福哥夸上天的同时，也不忘奚落大丫女婿读了这么多年书，我不上个功名。大丫习惯了忍气吞声，不敢言语。倒是二丫看不过去，跟二婶呛声道：“二婶，等福哥考上功名再来夸嘴吧，现在他还不是跟大姐夫一样。”见二丫赶来反驳自己，二婶不满地板着脸说道：“那怎么能一样？福哥才多大？你大姐夫多大年岁了？且福哥这才多大，不也一样抽旱烟喝酒样样沾吗？”老太太即便再喜欢二丫，
也比不了自己的孙子，呵斥道：“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。”就是长辈说话你随便插嘴，越大越没个规矩。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那是交际，他们书院里的同窗免不了要一起吃饭喝酒的。午饭过后，大家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家里安静了下来。日子很快过了正月15，把猎物卖到酒楼换完银子回来后的周景瑞吃着饭，不经意地提了一句：“我送完货去买粮食，顺手给咱爹那边也买了点粮。”景瑞，谢谢你对我家人这么好，你咋就这么仔细，啥都替我想好了，啥都替我坐在前头了。傻丫头，我不替你想，替谁想？周景瑞说着话，把头凑过去，小声道：“想谢我，那你今晚收收嘞。”三丫反应过来他说的啥，小脸瞬间爆红，知道自己闹得过火，小丫头不好意思了。周景瑞便收了心思，同他商量道：“我寻思着开春把房子翻新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翻新房子？这房子咱们现在够住，以后有了孩子就紧巴巴了。我想着早点把房子翻新了，以后住着也宽敞。一听他提孩子，三丫又害羞了起来。行是行，可是翻新房子要不少钱吧？我算了算手里的钱，还算够，木头不用买，咱靠山吃山，自己去砍就得，能省下一笔。周景瑞轻声说着，三丫专注地听着，两个人心底都对以后的家充满了向往。你说好不好？这咋不好？你打算好了就行，我听你的。他们真的能如愿住上新房吗？正月底，二丫的婚事也定了下来，5月初准备出嫁。李家老太太知道时大闹了一通，三丫爹难得强势了一回，任凭老太太怎么闹都没有妥协，最终以二丫成功定亲而告终。三丫这包工队的活干得很快，三丫看着越来越像样的新房，心里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。她长这么大都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短短1个月，周家的小破房就冒焕新颜，院子也比原来大了1圈儿。趁大丫一家还没回去，三丫想和姐姐再去叙旧，便邀请道：“姐夫，我成亲大姐也没能来，这次来了，姐夫行个方便，让大姐跟然然去我家住几天再回行不行？”大女婿对这个七妹印象不差，当下也不多想，便同意了。三妹开口，姐夫怎么能不答应？你们本来就是姐妹，骨肉至亲，你要不嫌孩子吵闹，就让他们在这玩几天。大姐夫同意将妻女留下小住，下半晌独自回家了。中午，周景瑞上山捕猎，三丫在家炖了1只野鸡，又用腊肉炒了萝卜干，焖了1锅米饭。大丫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，久久没动筷子。三丫夹块鸡肉放在大姐碗里，催促道：“姐，别愣着，快吃啊！拿，你吃，肉肉好香。”看着女儿手中拿着1个鸡腿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大丫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地落了下来。三丫急忙拿帕子帮姐姐擦泪。姐，你别哭，快别哭了啊！三丫看着她姐哭，她知道大姐心里苦，趁着这个当口哭出来能好受些。等她姐慢慢止住哭，三丫去打了1盆水给大姐洗脸。大丫用布巾擦脸的时候，袖子滑落到胳膊肘，胳膊上青紫一片便露了出来。三丫一把抓住大姐的胳膊，不由分说将袖子往上推，只见大姐的胳膊上一片青黑。三丫眼中含泪，厉声问道：“他打你？”接上集，三丫去打了1盆水给大姐洗脸。大丫用布巾擦脸的时候，袖子滑落到胳膊肘，胳膊上青紫一片便露了出来。三丫一把抓住大姐的胳膊，不由分说将袖子往上推，只见大姐的胳膊上一片青黑。三丫眼中含泪，厉声问道：“他打你？”大丫低着头，挣脱了妹妹的手说：“谁家过日子都有个磕碰。”这是磕碰？你跟我说，林有才是不是经常打你？有时候拌嘴会动手。大姐低着头，三丫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她知道大姐没说实话。大姐得跟爹娘说，不能让林有才这个王八蛋白白欺负咱家人。三丫快气炸了，忍不住骂道：“别，你快别！三丫，咱爹娘岁数大了，不能让他们跟着操心。你别跟他们说，谁家的日子不是磕磕绊绊的过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这事你就别管了，也别跟爹娘提。姐知道咋做。”三丫气绝，气得整个下半晌要么闷头做针线，要么陪孩子玩。大姐说话也不理，要不是她气冲冲地把装满零食的碗往大姐面前一蹲，啥话也不说，转身就走。大丫还真以为这丫头气得不理自己了。吃罢晚饭，
将大姐母女送回爹娘家去。景瑞牵着小姑娘的手就往家走。今儿个咋不高兴了？你咋看出来的？我一到家就瞧出来了，当着大姐的面不好问你，跟大姐拌嘴了。本来还以为自己瞒得挺好，结果这人早就看出来了。三丫索性也不再瞒着他。生大姐的气呢，你都不知道。今儿个我发现大姐胳膊上都是伤。周景瑞心里了然，难怪自家小姑娘气成这样。二丫三招回门以后，大姐跟孩子也要走了，三丫心里十分舍不得，冉冉也抱着姨姨的胳膊不松手。奶，我想住在姥姥家，我想跟姨姨玩，我不想回家。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，10几里山路走走停停，将大姐送到家的时候已经快要晌午了。刚进家门，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奚落声。呀，我当是谁家的大小姐呢？原来是我家儿媳妇回来了。娘家这么好，怎么不在娘家常住，还回来干啥？爹上急，大丫回家后被婆婆当众人的面一顿奚落后，觉得十分没脸，又羞又愧，低声道：怠慢你们了，随我进去喝口水，吃罢饭再回吧。大姐，我们就不留饭了，我帮你把东西搬进去就走了。这怎么行？你们这么远来一趟，总要吃了饭再回。不了，大姐，你瞧瞧东西搬到哪儿？三丫趁人不注意问了一句：大姐，林家母子这么对你和孩子，你想没想过离婚？大丫吃惊地看着妹妹，嘴唇抖了几下，惨白了脸色，最终也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三丫啥也没说，无奈地走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喜妹她爹忽然来了家里。老李头在家没？在呢，在呢。他叔，你咋来了？快进来堂屋里坐。喜妹她爹站在门口摆摆手道：不做了，不做了，我就是给你带个口信，你们赶紧去大丫家瞧瞧吧，他家老太太要卖孩子呢。三丫爹被唬得不轻。大兄弟，你说啥？具体咋回事俺也不清楚，你家大呀见着俺着急忙慌的托俺带个口信，让你们快点去呢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三丫爹只觉得心慌气短，一时间急得直叫：孩子他娘，孩子他娘在啊！咋了，老头子？快去叫景瑞，快去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别管了，你快去叫景瑞。三丫娘见老头子脸色不对，也不敢再问，急忙向三丫家跑了去。周景瑞跟三丫到的时候，就看到三丫爹瘫坐在地上，满是皱纹的脸上满是泪痕。三丫奔过去急声问道：爹，你是咋了？摔着了？景瑞，爹，我在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快去！大丫婆婆要卖孩子。造孽妖，这个老巫婆要卖我外孙女，我跟她拼命。三丫，你先扶进屋坐下，带点吃的和水，咱们得赶路。一家人赶到大丫家时，天色已经漆黑，离着老远就听到大丫婆婆在高声喝骂：这大丧门星生了个小丧门星，嫁到我家这么多年，吃我家的喝我家的，一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，只生了这么个赔钱货。我儿子现在被扣在城里，让你拿钱拿不出，不卖了你生的这个贱胚子，拿什么去赎我儿子？大丫哭着求婆婆：冉冉是你亲孙女啊，你不能卖了孩子。不卖他就卖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三丫爹娘只听得肝肠寸断，大丫嫁过来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妖？周景瑞抬脚踹开了门，只听大门咣啷一声，把屋里的老太太吓得一哆嗦，骂骂咧咧出了屋。谁家的缺德小崽子，欠打的畜生！看到院子里的是大丫娘家人，老太太神色一顿，但也不咋在意，阴阳怪气的开口道：呀，亲家这黑灯瞎火的，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来，是怎么个意思？怎么个意思？兴你们家搓磨我姑娘，就不行娘家人来给主持公道了？呵，亲家母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，她既然嫁到我家，就跟你们没关系了。我怎么对她是我家的事，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管不着，你再说一句试试。大丫婆婆一看亲家来者不善，对方人又多，干脆往地上一躺，干嚎撒泼道：来人呀，打死人了！哪有亲家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？不一会，院门口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
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声不断。大丫牵着冉冉的手站在婆婆面前，抬起头露出满脸伤，对着围观的人道：既然左邻右舍都在，今个就请乡亲们给我做个见证。我相公林有才，枉为读书人，平时不工作也便罢了，赌钱吃花酒，如今欠了花楼的银子被扣着不放，婆婆逼我筹钱赎人，不然就要卖了我家女儿。林老太太一听大丫将她儿子的丑事公之于众，激动地爬起来就想厮打大丫，被三丫一把拦住。林老太太打不到大丫，就想上手撕三丫的头发，三丫抓住她的胳膊一扭，就把人推到一边去了。林老太太顺势一躺，又开始撒泼哭嚎：打死人了！救命啊！你们李家也太欺负人了，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就这么被人欺负。林三子，你这被欺负的一点伤没见着，你儿媳妇可是满脸伤呢。就是这林家老太太可是个破落户，动不动就抽我儿媳妇，3天2头的打骂。不知是谁看不下去，喊了一句，便听到好多人附和道：就是这林家老太太可是个破落户，动不动就搓磨儿媳妇，3天2头的打骂。村长来喽！只见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，林老太太一见村长，连滚带爬的过来哭喊道：村长，你可要给我家做主呀，他李家也太欺负人了。围观的人嗤笑不已：村长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林家这个读书人喝花酒不给钱，人都被扣在花楼了，林家老太太要卖死女赎人呢。他们胡说，李正您别听他瞎说，我儿子哪能干这种事儿。村长对林家这个老太太也颇为头疼，愚昧无知又毫不讲理，要不是村里人来请自己真是不愿意掺和他家的事。村长轻咳了2声，吩咐道：林家媳妇，你说，给我好好说，说不好剥了你的皮。李正，林有才确实喝花酒不给钱，被扣在花楼了。婆母对我母女打骂不断，逼我拿钱赎他儿子，不然就要卖了孩子。好你个不要脸的小娼妇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周景瑞挺身挡在大丫身前，林老太太如同撞到铜墙铁壁一般，咕咚一声便向后退去。老太太倒在地上，发出杀猪一般的叫声：杀人了，杀人了！林嫂子，你是破了鼻子，死不了人了！哈哈哈，可不是吗？俺还没听过破了鼻子会死人呢。众人议论，讥笑声不断。村长不得不轻咳了几声，严肃呵斥道：够了，林家媳妇，你打算如何？李正，我要与林有才离婚。大丫的话一落地，林老太太一脸无法置信，大丫要跟儿子离婚，村子里还从来没有离婚过呢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跟我儿子和离？我为啥不敢？见李大丫心意已决，李家又坚持将人接走。村长对众人说道：都说清官难管家务事，但既然李大丫坚持和离，李家又来接人，就先将人接回去吧。离婚的事等林有才回来再议。村长一锤定音，李家将大丫母女接了回来。人林老太太如何阻挠也改变不了结局。时间一晃，大丫带着孩子回娘家已经10多天了。林家老太太来闹过一次，不但一点好没讨到，还差点挨了打，灰溜溜的走了，再没啥消息。过了几天，周景瑞打听到林家卖了仅有的几亩薄田，凑了10两银子，才将林有才赎了回去。林家这几亩地都是大姐在操持，卖了以后，林家就一点进项都没有了。日子过不下去，林家母子还是会把主意打到冉冉身上。林家若是能痛快写了和离书，把冉冉也给大姐，咱就给她些钱也不妨事。那得多少钱啊？咱家刚盖了房子，哪拿得出那么些钱？咱家还有几两银子，这阵子卖猎物应该能再攒下2两，大不了再借一借，总能凑出来的。林有才被赎回来以后，听说了他娘的光荣事迹，走在村子里身后都是指指点点和唾骂声。他娘逼他休妻，他是万分不肯的。他太清楚自己什么德行。李大丫性子温顺，任劳任怨，家里地里都靠他操持，才有自己今天。若是休了他，上哪儿再找一个这么老实听话好拿捏的来伺候自己？思来想去好几天，连哄带骗从他娘手里哄到了点铜钱。林有才买了2包糕点，动身去了李家。到了李家门口，叩门道：爹娘，我来看你们了。三丫娘一听是他，拿着笤帚从屋里冲出来，抬手就往他身上打了过去。
哪里来的王八蛋，丧良心的东西就往我家闯！娘，是我是有才，你大女婿。三丫娘也不应他，只管抡着笤帚一下狠似一下的打下去。大丫，然然，我来接你们了，你们快来。然然听着他爹在院子里被姥姥追着打，抬头看着他娘，小声问：那咱出不出去？大丫对他摇摇头，示意不要去。林有才实在被打得受不了了，连忙夺门而逃。三丫娘累得叉腰站在院子里，呼哧呼哧喘气，嘴里还不停地骂道：瞎了眼黑了心的王八羔子，猪口不如的东西，来一次我打一次。这天晚上成亲3个多月的二丫忽然让丈夫陪着回了娘家，老两口高兴极了。岳父岳母这次陪二丫回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二丫一脸娇羞地坐在凳子上，看着自家男人，只听他说道：二丫有了身孕。林有才再一次来的时候，在李家门外偷摸的蹲守了好一阵子，只见到三丫爹娘进出，没看到大丫母女，心下一合计，这是没在家。林有才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头，他找了个街上玩耍的小孩，问道：你知道三丫婆家是哪家不？你告诉我了，这颗糖就给你。林有才就这样套到了三丫家的住址，刚到三丫家门前，就听见院子里有孩子的笑声，哼哼，果然是在这儿呢，看我今天怎么哄着母女俩跟我回家。三丫，开门，我是大姐夫，我来接你大姐跟孩子了。好一会，门一开就听门里边一声轻喝：二狗上，咬他！门里忽然窜出一条大狗朝自己奔了过来，吓得林有才连滚带爬的向前跑，二狗在后边穷追不舍。三丫大声喊道：暗狗，咬死他！一直跑出了有2里地，林有才累得如同死狗一般瘫在地上，想逃跑却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。三丫，我可是你大姐夫，你不能放狗咬我。放狗咬你，咬死你太便宜你。那你想干啥？我是来接你大姐的。接我大姐，做你的美梦去吧。说你用哪只手打的我大姐？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大丫。三丫，我真错了。三丫抬起手一抡，木棍狠狠地砸在林有才手背上，林有才疼得大叫：哪只手？再不说2只手都给你打折了。林有才不敢接话，但三丫并没有停下，一棍一棍打得他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。挨打疼不疼？林有才哭得一脸鼻涕一脸泪，连忙点头道：疼。知道疼就行，滚吧。林有才灰溜溜地走了。他琢磨着李大丫的态度，心里觉着这一次李大丫怕是铁了心了。既然和离已经不可避免，要怎么样才能给自己争取些好处呢？3日后，林有才又来了。那个大丫啊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打完闹完还得接着过日子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要怎么才肯离婚？大丫啊，你就算不顾念咱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，你总得想想孩子吧。任他如何舌战莲花，巧言令色，大丫都不为所动，一次次冷声问他：你要怎么才肯离婚？大丫啊，夫妻这么多年，哪怕为了然然，我也不会跟你撕破脸。你要和离可以，我林家的闺女我得领回去。孩子我不会给你。那可不行，然然是我林家的孩子，怎么能让你带走？孩子可是我的命。孩子真的是你的命，当初你娘要卖孩子，你也不会无动于衷。我知道你和你娘都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也不是真想要孩子，提条件吧，怎么才肯把孩子给我？孩子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如今要钱没钱，要的没地，你得给我钱把地买回来才行。我都打听好了，你家那几亩薄田，你娘可没卖多少银子。20两，你给我20两银子，我就跟你离婚，然然也让你带走。20两，我家无论如何拿不出来。你看在然然是你女儿的份上，少一些我们也好去见去凑。李大丫，你想拿离婚想要孩子，20两一个大子都不能少，少一个大子我都不会写离婚协议。你给我半个月，我把银子给你凑出来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心儿各出我，等20我再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给你和离书。还要请人做见证，写个字据，然然跟你断绝关系，以后跟我，你答应我就给你银子。行，都依你。就这样，林有才得意洋洋地走了。转眼到了林有才约定的日子，李家一早将村长请了过来。林有才进屋以后也不客气，张口便道：怎么样，银子都准备好了？我们请了村里的李正来做见证，银子都在这，离婚协议证明都写好，这些银子你拿走。好，我写。很快，
和离书和然然归大丫抚养的字据写好，周景睿看过没问题，交给村长。今日在我见证之下，你亲手将和离书交给李大丫，你二人一别两宽，再无任何瓜葛，日后不得反悔。你与女儿林然断绝父女关系，孩子归李大丫抚养，你日后也不得纠缠，听清没有？听清了，听清了，不纠缠，不纠缠。孩子跟他，这银子可以给我了吧？林有才拿到了银子，风一样的就溜了。林有才哼着小曲往家走，满心盘算着这些个银子要怎么花的快乐。谁成想走到半路上，被人敲了闷棍，眼前一黑就晕死在路边。